很快，水哥又讲完了啊，水哥又读完这个书啊，读了。为什么叫有朋友问我，他说，哪一位水哥怎么没见过面？水哥呢，等于是阿庆嫂啊，以前我们都看，小的时候都看那个样板戏啊，样板戏叫《虾家帮》，里面有个阿庆嫂，阿庆嫂的丈夫叫阿庆啊，是阿庆是从来不出场的。水哥就是这样一个啊，开玩笑啊。水哥是什么人呢？水哥呢，其实呢，我也没见过水哥。水哥呢，我是因为我这个书呢，我要做视频嘛，做视频呢，我读这个书呢，我的普通话是有很普通，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就没办法自己读，所以呢，我就用一个软件啊，用一个叫智影那个网站呢，它提供一个软件呢，就是把文字输进去，它就会有语音合成这个电脑合成的语音，那它有几个，有个丽丽啊，有个什么娟娟啊这样啊，其中有这个水哥，他有两个男生，有两个女生。那我听了一下，他第一个的那个男生呢，就是不像我自己的声音，这个水哥的声音呢稍微低沉一点，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水哥这个声音，所以就水哥读书啊，其实是一个用电脑合成的一个读书软件啊，这样现在要利用高科技啊，如果你全部是人读啊，不一定清楚，大家也听不清楚。另外呢，也增加我的工作量啊，这些自媒体呢都是尽量要利用这个高科技配合了，才能够完成啊，不然的话呢，是非常难的啊。那以后呢，我将来也会做一些视频告诉大家啊，我这些书啊是怎么写的，这些视频是怎么拍的啊，我会陆陆续续以后将来呢，我会拍一些这样的视频啊，让大家都可以玩一下啊，我也很乐意给大家分享啊，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问我啊，因为我是实战过的哈，有实战经验，所以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问我。啊，我们听完水哥讲这个 Alexander 呢，我自己读完这一段我自己写完这一段以后，我就有个体会我就觉得这个欧洲人呢，真的他们早期的开拓是很艰难的也是碰过很多钉你看他去了那个北面这个筹备了一大段结果跑进去了，结果去不了那太平洋终于出去了，但是也是经历了千难万险因为他听说他跨过那个海岸山脉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有很多资料所写的，他说跨过那个海岸山脉也是非常困难所以后来这条路呢，就是虽然这个 Alexander Mackenzie 呢，他开拓了这条去太平洋的这条通道，但是后来基本上是没有用，没有用的原因呢，就是海岸山脉这一段是很难翻越过去因为上面是终年积雪那你要带着货物这样翻过这个山呢，不是这么简单不太容易，所以呢，他们就没有采用这条路用另外一条。其实那个地方呢，有好几条河流呢，都可以出太平洋的，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用那条路因为后面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他们又找到其他的河流可以出太平洋，所以呢，不用走这么艰险但是它的意义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欧洲人这种坚毅的性格，还有那种认真学习的这种性格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很多现在你看他跑回去英国学这些地理学这些天文学这些现在这种精神呢，我觉得今天呢更加需要学习因为现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你基本上3天不学你就落伍了你几天不学习你就落伍，所以呢，
希望年轻人呢，如果看到我这个节目呢，你们的要用好自己的业余时间啊，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啊。那我们虽然也有一定的年纪，但是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啊，所以才能拍得出视频啊。视频啊，搞这些东西都要不断的学，我们也不懂，开始也不懂啊，慢慢搞啊，也能够搞出一点东西可以看一下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啊。所以这个亚历山大这个意义是在那里，他是第一个人。那为什么当时写加拿大哈？这里也要补充一点啊。但是加拿大这边是不算加拿大，这边就他跑到这个西海岸这边是不是加拿大？加拿大当时就是今天的两个省，就是魁北克跟那个安大略省跟魁北克啊，就今天的两个省。当时的加拿大就这么大，他所讲的加拿大就是今天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清楚哈，不然的话你读从加拿大走到这里也是加拿大，你们从加拿大走到这个西海岸啊，其实他当时指的这个加拿大是安大略省那个地方啊，他是从那里出发的，来到这里啊。所以是海洋对海洋哈，因为那个大西洋呢可以通过那个圣劳伦斯河可以一路坐船呢可以一路坐到这个安大略省的啊，坐到那个安大略湖啊，就是多伦多那个湖啊叫安大略湖啊，一路流到美国的那条圣劳伦斯河那个大瀑布也是属于圣劳伦斯河啊，圣劳伦斯河，所以呢，这个加拿大就基本上是大西洋了啊，那边是大西洋，它从陆地的穿过整个美洲大陆，来到太平洋啊，开拓了这么一条线路，所以这条河呢，后来呢，我们北面那条呢没有找到那个通道了，就到了北冰洋那条，当时他是走错了，就往北走的那条呢是现在命名为Alexander River， 就是纪念这个探险家啊。凡是这些探险家呢，都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工作呢，主要是跟河流打交道，因为当时的运输的途径主要是靠这个独木舟啊，在那个河里面啊。其实他们当时也发现了这个飞沙河，但是他没敢下去飞沙河啊。以后呢，下一个探险家呢，就会去飞沙河。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就会讲呢，怎么样但是那个麦肯齐呢知道飞沙河，但是原住民告诉他下面这个落差很大，很危险啊，所以他就没有用这个飞沙河。但是他下一个探险家呢，就敢去了啊，所以呢，下一个探险家他看看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飞沙河。那我们下一集再见。